大家好，我是猫盾。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火毒版本的前瞻，让新区老区的玩家都对即将到来的火毒版本有些概念和方向，也方便大家提前布局做准备。首先，火毒版本是一个大混战的开始，火毒队擅长打抗队，抗队擅长打灭队，而灭队则比较好打火毒，三种队伍都彼此相克，因此不会有一支最强的队伍，只会有一支胜率相对高的队伍。目前大部分的新区玩家都是以魂香来开局，但也有少部分玩家是以魂周瑜来开局，以魂槽来开局的应该是没有了。火烧队要转火毒是最顺理成章的，在老区这几乎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，它就是你下一个版本要玩的队伍。剩下的只是玩抗队和玩灭队的玩家到底要不要转火毒。今天这集视频会先告诉大家玩火毒需要准备什么资源，之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和战区情况来决定要不要玩火毒队。能和火毒组队的队伍有很多，有和火烧配对的火毒队，和吕布配对的毒吕，和姜维配对的火毒姜，和以乐进配对的毒犬等等。但不管是什么毒，你都会需要先有一个五火贾诩和专武，一个五火的孙鲁班，和一个至少三火的孙鲁豫，这三人是火毒队必备的核心成员，跑不掉。如果你真的很想玩火毒，但又没办法把大小虎同时拉到那么高星，那么最低的上阵要求是一个1星的孙鲁豫，只要把两姐妹的羁绊都激活了就好。战魂方面，你需要准备2套弱点突袭和瑶光，一套给贾诩，另一套则给队伍的副输出使用。需要弱点突袭的原因有2个，第一是为了提高伤害。佩戴弱点突袭的武将，在攻击附有灼烧的武将时，会使所有伤害结果提升 10%。这是少数能提升灼烧和中毒这类真伤的技能，所以要高伤害就必须佩戴弱点突袭。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要点火，佩戴无双弱点突袭的武将在攻击时，会有 30% 的概率使目标进入灼烧状态，灼烧可以和孙鲁班产生联动。在孙鲁班的机制下，灼烧是可以引爆中毒和触发孙鲁班追击的。因此，弱点突袭对于无法释放灼烧的武将就非常重要了，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点火的途径。如果只有一套弱点突袭，能不能玩火毒？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对于本来就擅长释放灼烧的火烧队来说，弱点突袭的点火的功能是非必要的。如果没有第2套弱点突袭，就让贾诩使用弱点点火，然后其他武将使用连携加护和舞曲的组合来加强队伍的坦度就好。但对于非火烧队的队伍来说，有没有2套弱点突袭的影响就比较大了。一个能让主副输出上灼烧的弱点突袭是必备的，少了一个能点火的，就会少一份引爆中毒和孙鲁班追击的伤害。所以在只有一套弱点突袭的状况下，就看主副输出谁的出手频率高就给谁。贾诩如果不使用弱点突袭，就改用爆裂冲击。爆裂冲击是前期非常好用的战魂，新区玩家应该也会有。一套爆裂一套弱点的配置应该是比2套弱点更容易达成的。至于要不要再多弄一套弱点突袭，就看个人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大部分的人都会以长驱直入和弱点突袭来搭配给主副输出使用，这是最省资源的方式。而爆裂冲击则可以作为第3输出的备用战魂使用，这样的组合在搭配不同队伍时最为灵活，建议新区玩家先往这个方向走。至于老区早就已经有6套完整的战魂，如果想为了火毒再多弄一套战魂出来，相信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接着来说一说火毒队需要的灵宠。火毒队的灵宠大致上可分为2个派系，火烧队和非火烧队。非火烧队的主战灵宠，高战可以使用腾蛇，至于低战和新区使用孵猪就行了。助战灵宠5星白虎是必备的，如果没有5星，最少也要有4星才能玩。不过有没有5星白虎，对强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。另一个助战可以用穷奇，新区玩家则可以先用熊猫来代替。非火烧队的火毒是以毒伤为主，灼烧为辅。最高攻必须给贾诩，让他吃白虎，快速的回怒叠毒，来打伤害和眩晕控制。
新区非火烧队的玩家如果想玩火毒，建议灵宠优先抽白虎，然后银币买穷奇。火烧队使用的主战灵宠是朱雀，助战则是火麒麟和烛龙。但坏消息是烛龙还没有上线，所以对火烧一脉的火毒队强度会有一定影响。火烧队的火毒思路是火毒并用，前期由毒来主导，后期由火来收尾。火烧队可以先用穷奇来助战，又或者是先采用白虎助战贾诩的那一套，看看现在哪个组合的强度更高。不过这是只有老区可以做的事，在新区，火烧队一定要优先拉朱雀，不可能先去拉白虎。所以在新区建议灵宠还是主抽朱雀，然后银币买火麒麟。最后一个助战位可以先用孵猪或熊猫来代替，之后等烛龙上线再补齐就好。火毒队和冲锋将一样，都是披着抗对皮的灭队，所以也和冲锋将一样可以细分为回怒型的火毒和坦度型的火毒队。以目前的环境来看，先流行的应该会是回怒流的火毒队，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压制目前主流的女团队。当以回怒为主的队伍成为主流后，之前被抗队压得死死的灭队就会找到生存空间。以回怒快为主的队伍，在坦度上一定会有所下降，这么一来灭队就有机会找到突破口。只要灭队能杀得死人，他的怒气循环就绝对不会输人。当灭队逐渐变多后，以坦度为主的火毒才有可能会流行起来，就这样彼此互相克制。最后，一个能应付环境里大部分组合的队伍才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。在老区，灭队可以先等等，看多不多人玩火毒。如果火毒流行起来了，那对灭队是有利的，所以你可以不转火毒。但如果没人要玩火毒，抗队依旧毒大，那么就有找不到生存空间的灭队先去转火毒吧。如果你玩的是抗队，那么你仍旧是这个版本的胜利者。如果下一个版本玩火毒的不多，那么你也可以不用转，继续用着抗队就好。如果火毒多到挤压了你的生存空间，那就只能跟着版本走，也转火毒。至于新区，建议还是跟着自己的资源走，如果你有能力达到玩火毒的基本条件才转，否则就不建议强行转火毒，先把自己当前的队伍培养成型比较重要。第一支灵宠拉了什么，就决定了你未来能组的队伍，至少在你有能力拉其他灵宠前都是这样，所以灵宠必须慎选。如果你拉了朱雀，就要走火烧；拉了白虎就要走吕布，不然就是灭队。最后在线上3支回怒型火毒队伍，先给大家当做参考。以上队伍均未经过实测，实际配对可能还需要依当前环境再做调整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